这最近棋牌的杂数也挺嚣张的。这个月啊，我们都折了20几个地。都给我把罩子放亮点儿，别中了他们的埋伏。怎么可能？这大白天的。 没有霹雳雷神引领动会交彻武器腾腾惊风速现复古时你知道我要真那要写请依然学谁能看出分别不让世道标注我的样貌大显身手打破谁的技巧不间断离愁执念不可动摇这一路荆棘漫山开遍魔道怎么回事最近拍下来的怎么尽是些小角色自燕家堡事变以来，这场仗已经打了1年。战斗也从一开始的大规模攻防，逐渐转入了相持阶段。自从西派整体转为守势，许多原本位于前线后方的地界，也暴露在魔道的猛烈攻势下。 相比起魔道大军的源源不断，西派联军的人数就少了很多，而且多是筑基、炼器级修士。双方结丹修士似乎默契的没有直接出手，而弟子之间的互相袭击、斗法，乃至是暗杀，却是层出不穷。 几位师兄师姐都参加了年初的大战，能全身而退，已属不易。对我来说，倒是个巩固修为、磨练技艺的好机会，还得了不少灵师法器。只是这样打下去，会有任何结果吗？ 你还记得江国、车骑国的皇室后人吗？我已给他们安排好了后路。现在由你亲自送他们去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九国盟。师姐是给偃月宗找好后路了吗？
只进不退，咱们偃月宗会吃大亏的。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了吗？七派的天空会是虚空，那帮老家伙们应该早已安排好自己的退路，只可惜那些普通的弟子血洒疆场，不明不白。偃月宗在门主的带领下也会留存下来，只是我像一只聒噪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却无力挽回任何事，也无法拯救任何人。韩立，我不应该想起他。你跑去哪儿了？你跑哪儿去了？还在打仗呢，你们这些高人就跑了？此事一直憋屈在心，反正也见不到面了，跟你说说也无妨。你愿意和我说话了？只要你愿意说，无所谓说什么。开战之前，七派与魔道签订了秘密协议。这么机密的事还是别说了。事到如今，战局是按协议所定，七派认输。还没打就认输了，这不是你的风格。协议约定，此战只限于元婴期以下的修仙者参加，所以，我救不了所有人。我们这些低阶弟子，还在傻傻的打仗，每天都有死伤，而你们已经知道结局了，真是太不公平。战争不是普通人的游戏，最后却让他们付出代价。活了300年，都没想明白，真是可悲。你别哭，你没做错什么。我阻止不了，我什么也阻止不了。你别哭，我在呢。你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南宫师祖，你已经3天3夜没有动了。快到了吗？还有1个时辰就到金谷园。你受伤了？来，我家里也有几个顽皮的弟弟，每次受伤了，都是我这个长姐来给他们包扎的。你有姐姐吗？有个小妹，她比我还爱吃饼。还疼吗？多谢师姐关心。我们走吧。
这四周暂时没有魔道的踪迹，这回安全了。再赶一会儿路，入夜时分就可以回到棋派的控制范围。我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我每次见到你，你的眼神都异常的坚定，好像内心从来都不会动摇。想必韩师弟应该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吧？我也想像你一样内心变得强大，可我却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本以为我可以接受家族给我安排的一切。但是陆明远那件事情之后，我害怕，我害怕身不由己，被他人控制。所以你要来前线？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但是就想自己决定试试看。是对。是错，都不重要。那什么重要？是我，很重要。我是我。对错，不在他人口中，而在自己心中。我饿了。韩师弟，你吃吗？能吃吗？很香。韩师弟，你的运气一向都不错，这次也多亏了你的警示。不过，你到底用了什么法子，才从这矿洞中逃出来的？我记得你是不是有几只傀儡兽？什么都知道，还问东问西的。往后不如我们就此同行，去前线效力吧。绝对不行。陈师姐愿意的话，我当然没意见。啊，不过我看师姐这伤情还没恢复呢，再吃些丹药吧，调息一下。也好。不用这么多。无妨，这种丹药我还有很多。这是加了量的忘尘丹，对不住了，陈师姐。还是请你把这些天矿洞的一切都忘了，不能让人知道传送阵和灵石库的事情。好了，这样他就安全了。这段时间连番恶战，消耗极大，得找个地方休养生息，巩固境界，才能应付之后的大战。此时回黄风谷，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还是去金谷园吧。诸位长老远道而来，朱某有礼了。
我已在天机堂内摆下花果茶点，请诸位随我来吧。师叔，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先下去吧。是。来，吃，尝尝。哎，尝尝这糕点，这好吃。这味道不错啊。比上次好吃啊。别吃了。就是，这都没吃饱呢。境地开放在即，按规矩呢，由我们黄风谷保存并使用的岳阳宝珠，是时候移交给下一派偃月宗了。师姐，稍等一下，在移交宝珠之前，我有一件事想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这不是筑基丹吗？质量差了点儿。哎，我这个好点儿。这2颗筑基丹应该是不同批次炼制而成。没错，浮云子手上这颗是20年的禁地材料制成的。那我这个呢？这颗是近期的禁地材料制成的。虽然都是筑基丹，但是两者的品质相差甚远。相信各位长老也有所察觉，禁地中灵草的数量、质量大不如从前。所以，我代表偃月宗在此提议，此次禁地执行后，将提前进入禁地封闭期，将禁地封禁60年。什么60年？这太长了吧？这太久了。韩大哥，真的是你，汉姑娘。上次太南山鬼一别，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进入了黄风谷。还要多谢你送我的那本书。汉姑娘是来参加棋派会盟的吗？嗯。对了，那个前面啊，有专门给炼气系弟子准备的茶点，你可以去尝尝。那些都是快要筑基的高手，光是跟他们坐在一块儿，我就紧张，还是算了吧。谢谢韩大哥。汉姑娘也要去血色禁地。嗯，我大哥旧疾发作，一直昏迷不醒，只有找到血色禁地里的烈焰花，才可以救他。你们那些老祖没法给他治吗？所以，我一定要亲自去找到烈焰花，把我哥治好。唉，死也治了。你对你哥哥真好。我有个小妹，在我离家的时候，她也就这么搞吧。禁地中灵草珍贵，就算5年开启一次，采到的筑基丹原材尚且不够，改成一甲子，那缺的筑基丹怎么补？可不是嘛！就是啊，就是你们偃月宗家大业大，那自然是备了不少筑基丹。可是我们这几派可不行啊，多少弟子排队等着呢。就是啊，怎么办？筑基丹之所以重要，也是为了小辈考虑。每次禁地一开，折损的炼气修士几乎近半，这些弟子的性命，诸位长老就不放在眼里了吧？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心里的慈悲，难道能大过天道？小小的筑基丹，搬上天道了，不至于，不至于。这看样子，你们黄风谷也是站在偃月宗那边的。这世上的天才地宝本就有限，
有多少的灵草需要经过100年甚至1000年才能成材？近几年各派的弟子剧增，而灵草却是摘一颗少一颗。正是，现在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杀鸡取卵。况且，我听说魔道6宗又有异动，我们更应该避免伤亡，否则他们攻打进来。魔道，几百年了，年年都说有魔道，可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又有谁真见过？是啊。少主，咱啥时候出征哎？别总着急啊，这越国旗派里边乱马七糟一锅粥，咱虎了吧唧就这么上了，得折多少人？少主恕罪啊，但是恁姑半个月头里都已经进军讲过了，若是被他抢了先，少主的处境恐怕得更加的不得劲呐。那就是。我姑这人确实虎，但我比较善用巧劲儿，也借这机会给我爹瞅明白了，这鬼灵门以后得给谁。那恁想咋着呀？一动别动，一动不动。少主，不可越过了噻。指定得去啊！咱仨人够了。都咱3个，大军不去了。讲话这血色禁地也快开门了，是时候让这帮旗派大傻子们忙活起来了。再一个啊，你们俩到那边之后，能把嘴闭上就闭上，人那边说话不这味儿。中，那就是。你们都是各派的老人了，旗派如今势力如何？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比5年前如何？比60年前又如何？哎，正是因为各门派的势力在下滑，我们才更需要到这个禁地多采一些灵草回来，不然这些练气的弟子如何向上提升锻炼呀？对呀，是啊，总不能害怕牺牲就不去禁地，这不是因噎废食吗？对呀，我们几个反正不同意。怎么一个比一个轴啊？啊？哎，我是都无所谓啊，只是5年一次赌，这次要60年一次赌，我不知道某些人等不等得起。哎，你说谁呢？我哪来就同意啊？来，请洪福师姐催动岳阳宝珠。师姐，请催动岳阳宝珠。那是什么？岳阳宝珠。看来长老会那边有情况，我先去看看。潘姑娘，一定要从禁地平安回来。嗯，再见。岳阳宝珠是什么呀？诸位长老，有没有发现岳阳宝珠有何不同？这没以前亮了。宝珠没有以前亮了。没错，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驱散禁地的迷障所制。宝珠吸收日月灵气，绽放光芒，但你们恐怕不知，每当天有异样，宝珠也会受其影响。日月昭昭，本该是亘古不变，可禁地开启过于频繁，导致灵气日益稀薄，宝珠光彩亦不复从前。这还不能印证我的说法吗？现在明白了吧？啊，来吧，再商议商议。这血色禁地如此凶险，
要不等下次开启，准备充分些再去吧。听说了吗？以后这血色禁地要改为60年开放一次，这下要拿到筑基丹，恐怕更加困难了。是啊，可要不突破筑基期，这寿元也就100-200年，再来一个60年，那莫不是要等到老？要不这次咱就去吧，去的话问问表姐，她去咱就去。不用问了，那姓陆的去，表姐肯定也要去。但是这一次改了规则，去的人肯定比以往要多，咱们务必要小心行事，别因为这个丢了性命，那就不值得了。好，那快走吧，他们都在这报名呢。走。如果再开，就要等60年。向师兄，不是说这个报名血色禁地的在这集合吗？快来了，快来了！会不会通知错了呀？你们都在等谁呢？我在这儿呢。师祖。师祖。来的人还挺多。哎，你们都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虚张声势的家伙！哎呀，我的小宝贝儿！寒冰蝉。于师兄，还是你这驱兽本厉害啊！一小瓶竟让寒冰蝉乖乖听话，又干掉了一个7派高手。这些小家伙们可立了大功。寒冰蝉性情温顺，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它，几乎是不会攻击人的。老齐，把寒烟草收了吧。哎，真没必要为了一棵草聪明，就让他们去拿吧。哎呦，我的乖乖，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到你们。小心点儿，可别中了埋伏。此人的谨慎程度不差，没想到这么快就丢了性命。这2个人就是冲着杀人去的，到底是何居心？他们怎么还不走啊？哎，算了，他们不走，寒烟草我走。虽有剧毒，可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是啊。哎，咱把它储物袋也收了吧。哎，好。哎，奇怪了，刚刚还在这儿呢。难道这里还有别人？没找到灵草，储物袋倒是捡了不少。接下来去哪儿啊？这附近哪有紫后花呀？看来门派发的地图也不完全可靠。哎，向师兄，路滑，慢一点。
无妨，无妨。不过韩师弟，你也不必拒绝的这么快嘛，啊？莫非韩师弟有什么志在必得之物？既然此人不识抬举，相兄何必跟他多费口舌？对啊，相兄，让他自生自灭吧。诸位，告辞，告辞。没办法，只能换个方向了。萧师兄到了禁地，怎么与平时判若两人？老杜好，哎，老杜好，哎，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咱们这儿，哎，咱们要不赌一局？什么赌？不赌了。这场战斗关系到咱们7大派往后6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是不是？没毛病吧？所以呢，咱们就赌哪派采的领草多谁赢。行了吧？你说的就不成立，那万一一样多呢？哟，对吧？这是个问题啊。那我想想啊，哎，要不这样，咱们就赌啊，那出来的弟子是单数还是双数？滚！潘老头，你赌不赌啊？我才不跟你赌呢！无聊的家伙，真是。哎呀，来嘛！啊！这样，我用2颗血线胶内丹赌你2块铁晶，没占你便宜吧？血线胶内丹哦，啊，怎么样？行吧，2块就2块。来，只赌灵草。谁采的灵草多谁赢。说好了。死人，又是死人。这才第1天，就都按捺不住杀心了。又隐形，又锋利，还真是绝佳的偷袭武器。谁在那儿？
是太南小慧那小子。要不要将他出来问问？我压制修为到炼气期才得以进入禁地，本就是诸多不便。先以任务为重吧，不必横生枝节。先想办法与其他弟子会合吧。把他们安葬了吧。是，师祖。这儿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吧？第一天就结束了，我要找东西也没找到。西派的诸位，恭喜你们侥幸活过了第一个白天。不过血色禁地的黑夜比白天更危险，死亡或许将从天而降。奉劝诸位，找个好地方藏身。那个江师兄对禁地如此熟悉，竟然进来了3次都还没出击，我可不能像他那样。这禁地，我再也不想来第2次了。这是什么？算了，先收起来，回去再研究。哎，这靴子竟然没事，想必是个宝贝。此地不宜久留。好像是紫红花，真的。那里还有一朵。2位师兄，你们看，这里有紫红花。还打招呼，真不把他当外人。这种偏僻的地方还真是来对了。这儿的灵草年份虽少，但没人跟我抢了。看，这年份不就足了？回去后拿一些交差，剩下的留着自己用。不过，这么快就过去2天了，得赶紧去找那3味药了。紫红花。
韩立，陈师姐，你受伤了？这青椒旗怎么在你这儿？这是陆明远的东西。麻烦，还是被看见了。师姐误会了，我的法器和青椒旗有些相似。误会？不可能。那天是你救了我，对吧？但你拿了我的筑基丹，所以你不敢承认，是不是？你现在中毒了，很有可能看到一些奇怪的幻象。我这有解毒丹药，师姐赶紧服下，否则怕撑不到离开禁地。等你解了毒，要还有什么想问的，我保证一一答复。这丹药还真的挺管用的，所以你现在能说了吗？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对不起，这忘尘丹可以让你好好睡一觉，我给你找个安全地方。这么大的珍贵玉髓枝，招来的人肯定不会少。小点声，别让别人给发现了。啊！这俩人还真是下血本啊，连玉髓枝都拿出来做诱饵。哎，我累了，先靠一会儿，你盯着点啊。哎，放心。师兄，怎么了？花儿，哎，我的玉髓枝呢？眨眼的功夫，谁拿走了？追！韩大哥，谁呀？谁在那儿？我明明看见跳下来了，余兄，老齐，人呢？我明明看他跑这边来了，这怎么不见了呢？奇怪，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啊？哎，那边有条路，走去看看。好。这隐身的高阶法器真不错。韩姑娘，多谢。你怎么会在这儿？都怪我太没用了，刚进禁地没多久，储物袋和地图就被人抢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只好找个地方先藏起来了。我这个丹药可以恢复你的元气，来拿着。谢谢韩大哥。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害怕的要命，但是找不到烈阳花的话，我哥哥的病，我实在想不到什么办法。那两个灵蜀山的，不是你的同门吗？不，我不认识他们。你不认识他们？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我在灵寿山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韩大哥，你不用担心我，我有这件隐身法器傍身，一定能升到第5天的。你快去找你想要的东西吧，时间来不及了。
你要找烈阳花是吧？是啊，我来禁地就是为了找烈阳花。我带你去。太好了，谢谢韩大哥。没事儿，正好顺路。哪里能找到烈阳花呀？我的地图上没有标注烈阳花的位置，但据说，大部分禁地中的灵草都能在中心的环形山脉找到，问题不大。这深有古怪，捂住耳朵。 韩大哥，这飞马看起来有些古怪，不像是禁地中的灵兽。是，方才那少阴应该就是操控者，不知他躲在何处了。据我所知，整个灵兽山只有一个师兄养了这种灵兽，他叫钟无。钟无，要是让他知道是咱们杀了他的灵蟒，他定不会放过咱们。要不，咱们还是绕道吧。 时间不多了，恁俩胆儿挺肥呀！宰了我的灵蟒，还敢进来跟我聊天？钟师兄，你就放我们过去吧，这里的灵草我们分毫不取，都归你所有。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有本事过来，哎，过来咱比划比划。 等等，这双鞋是踏云靴？对啊，这不是风月的吗？他脑子抽了送给你了？那他穿什么？你认识他，就应该知道这靴子，他不可能送人。你是说你杀了狂人风月？ 还抢了他的血吗？你说呢？我看你身上这腰带也挺不错的。不，等，我还没说完了，你先回去，你回去，我还没说完嘞。我是觉得小师妹说的很有道理哈，大家相逢就是缘分，啊，保不齐以后大家还能互帮互助嘛。说来听听。地图。 七派手中血色禁地的地图都是独有的，我手上刚好有一份灵兽山的，你可以考虑拿黄风谷的和我交换，不亏吧？灵兽山的地图啊，哼，汉姑娘也有，不需要看你的。你有是吧？ 忘了，画刀屋的你怎么没有啊？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不换，我还能骗你？这样，我再加一个天雀宝的，1、2换1。我造假能力再强，我不至于造这么多不重样的吧？对不对？同意了。这样。 我数3个数，咱们同时交换。3、2、1。
还不是说好了一块儿的吗？你有没有信用？又让他们跑了，于兄，你说他能跑哪儿去呢？谁知道呢？这小子可跑得太快了。哼，你小子以为谁呢？两位，我的雪莲花呢？嗯。答应你的事办到了，还有什么事？除了血莲花，我们的任务还有狙击七派的精锐弟子。你们俩不会都忘了吧？我们二人可是取了他们很多人的性命，你战况又如何？哎呀，我明面上还是咱们灵寿山的人，动起手来不大方便，还是要靠你们呀。适才。我遇到了一男一女，女的是灵寿山的，男的是黄风谷的。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人捡了不少灵草呢。说到这来，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再启发一下，你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给把灵草，然后咱们三个，明白了吧？他长什么样啊？瘦高个，平平无奇。平平无奇。哎，他们现在在哪儿啊？那个女的要给她的兄长治病，所以他们现在多半是在烈阳洞寻找灵药呢。你们一定要赶在之前埋伏。他们的修为很差。比你想象的还要差，只能帮你们到这儿喽。各位，弟子伤亡速度快得离奇呀！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吗？禁地改为1甲子开一次，弟子们必定会尽全力抢夺灵草，厮杀的程度一定会比从前更厉害。韩老头儿，大家不当年都这么过来的吗？哎，大家放心吧啊，放心吧啊。这么黑啊，什么也看不到。这种地方，如果没有星象和标记所引导，一定会迷路。那怎么办？是岳阳宝珠。3日已过，岳阳宝珠是专门用来对付血色禁地的迷雾。有他帮忙，就不愁辨不清方向了。找着了，在那个方向。烈阳花，好大一片！快跑！看你往哪儿跑！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是有，不过我现在拜你所赐，功力全失，所以只能靠你来打开了。啊，功力全失？怎么可能啊？你还说？功力全失啊！快走！出不去就得在这里待60年了。快跑！禁地之门即将关闭，弟子们速速撤离。师徒，哎呀，慢一点，别着急。师祖，快呀！其他弟子呢？快！我那金光砖符宝用这么2次就毁了，是符宝重要还是命重要啊？都重要。财迷，我叫韩立，你叫什么？天黑前你要是再不出去，往后60年你就只能在这儿了。哎，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我叫韩立，立碑的立。我就随便问问，你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叫南宫婉。我叫韩立。你叫什么与我无关。出去之后，你我便是陌生人。南宫婉，有朝一日，若你有危险，我定会来帮你。先照顾好自己吧，不许来找我。时间快到了，禁地要关闭了，应该不会有人再出来了。天还没黑呢，再等等。要是还有人活着，肯定早就出来了。诸位道友，我偃月宗先走一步。韩立。真不容易。你怎么带的队？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走。看来，这次的试炼确实凶险，竟然折损了这么多弟子。南宫婉，他已经走了吗？你有什么收获吗？
不宜过多，免得引人怀疑。天灵果。 老赌狗，愿赌服输。拿去。回吧。走。你的这些灵草。 是怎么得到的呀？禀师祖，弟子进去之后，遵循师祖此前教诲，避开争斗，专心寻找灵草。结果，也是在机缘巧合下，碰到了其他几个门派拼杀致死的道友，捡到了他们留下的灵草。 合着你这些灵草是捡来的？运气倒是不错。你过来。从今天开始，你便记到我的名下，做我的弟子。谢师祖。叫什么师祖啊？叫师傅啊。是。 弟子韩立，拜见师傅。哦，你叫韩立。都上来吧，韩立，到我身边来。一次失恋，就少了这么多人，修仙路。 当真是一步错，万劫不复。没有得意忘形，还在为同门难过，看来倒真是个心性不错的孩子。修仙之路就是这样，有很多不同的风景。既然活下来了，就要想开一些。所谓念头通达，就是这么回事。 这边清源剑诀你拿着吧，就当是见面礼了。但是只适合练气期用啊，不要多练。以后你若是筑基了，为师再给你另选功法。谢师傅。师傅，弟子有一事禀告。说吧。 在血色禁地时，我遇到了几个灵兽山的弟子，行事鬼祟，总觉得他们不像正派中人。详细说说。我看他们所使的，大多是毒修邪修之术，下手狠辣，不夺灵草只是杀人，连同门也不放过。难道真是那些家伙？韩立，
凡事向师父汇报，这个很好。但此事事关重大，千万不能走漏风声。是，师父。孙氏这么多弟子，会不会跟这事儿有关系啊？总觉得你从金地回来之后怪怪的，不是一个人出神，就是对着箱子出气。没有吧？还说没有？好不容易把这箱子拿回来了，又打不开，能不气吗？当初不让你压着修为进去，你偏不。没想到搞成这个样子。那血灵花送给燕家宝了？你忘了，你从禁地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吩咐晴儿去燕家堡。算时间，应该也快到了。婉儿，你老实告诉我，在禁地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总觉得你跟之前不一样了。怎么会功力全失呢？这素女轮回诀也没这功效。还不怪那只墨蛟，而且我这次跟他厮杀的时候，还被人断了后路，否则我怎会如此狼狈？那你一个人怎么逃出来的？师姐，我怀疑这次禁地之行有不干净的势力混进来，否则也不可能折损那么多弟子。你是说魔道？而且这些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入禁地，恐怕早就混入七派之中，说不定偃月宗也受到影响了。魔道又不稀奇，他们爱折腾让他们折腾去，只要有你我在偃月宗坐镇，眼下出不了大乱子。可是那些弟子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魔道就算真的要来，你又拿什么跟他们去拼？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早日恢复修为。那些没有从禁地出来的弟子虽可惜，世事无常，只寄希望于那些活下来的，在未来的修仙之路上，能够更顺畅一些吧。主，钟叔，给少门主报喜。说，少主，您交给小的任务，我觉得完成的还算成功。那些七派的修士啊，不是七派的大傻子，折损近70%，还都是炼气期高阶的啊，绝对伤了他们的根基。所以说还剩30%，得等着我帮你解决。少主息怒，大善在即，别说30%，就是300%、3000%也不在话下。少废话。少主息怒，我让你办的事儿办了没？花儿哦，梅子，及格。
啊，看来也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多少还都有点用啊。多谢少主赞许。快回灵寿山吧，多挑唆一些七派的大傻子投靠我鬼灵门，最好是筑基期。遵命。别吵着把火，要隐蔽。瞧好吧。啊。人才。少主好眼力。血色禁地回来的那2名弟子，在那儿已经跪了1宿了，你还是见见他们吧。这不回血灵花，他们还有脸回来？刘长老，七派那边还没有消息吗？血色禁地已经结束好几天了，按理说，血灵花也该送到了。来人可是燕家堡的接应，我是特地奉衍月宗门主之命来见燕家堡主的。早主，血灵花噻。辛苦二老。果然他们也踩到了啊！是谁在我燕家堡的领地撒野？血灵花。别害怕，刘长老，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堡主，堡主，您还记得鬼灵门那个人吗？他又找到了我们，这次他说能够救少主。您还愿不愿意见他？请。以你筑基中期修为，敢孤身前来，胆子倒不小。为表诚意，在下此来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送给少主的。薄礼就算了，眼下他最需要的是一味药。血灵花晚辈也有，可它不能治本，且服用之后会伤及根基，恐怕他这辈子都不能跨越结丹期了。堡主，您当真忍心吗？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有其他的法子？那是自然，我鬼灵门有特殊功法，比血灵花好用，不仅可以让少主苏醒，还可以彻底根治他的眼疾。
荒口小儿，就算我再着急，也不会乱投医的。少主的状况不会更差了，堡主大可让我先试试，如若无效，再用血灵花救治，不迟啊。说，想要什么条件跟我交换？燕家堡的友谊。血色金帝总算是活着回来了。韩师弟，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听说血色禁地死了不少人。没错。修仙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弟子们为了筑基丹送了性命，有什么意义呢？这世间许多好景色，你就替为师去看看吧。